男人是一个用长枪的怪胎，全大陆的骑士以使剑为荣，唯独他喜爱耍枪，而他却凭借着一套魔枪术独步天下，一不小心成为了大陆的最强骑士。可是功高盖主的他，竟被自己的君主和一群小人陷害，抱着长枪不甘的死去。怎料睁开眼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，而是穿越到小时候的马厩里。他庆幸的同时，也发誓这辈子定要改变结局。而就在此时，3位百夫长又来闹事，只因他是公爵私生子的身份。公爵夫人吩咐下边的人特别照顾他母子俩。带头的人拿着木棍正要教训他之时，乔舒亚想着前世那独有的凝聚魔力功法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便覆盖他的手，刹那间一拳就轰到那人的肚子上，瞬间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见情况不对，另外一人随即拔剑挥向乔舒亚，幸好乔舒亚躲避及时，并俯身再次凝聚魔力于拳头，接着一拳把那人打到连阿坤都不认识，足足被打飞2米半。可这时候的乔舒亚却发现不对劲，以现在的身体已无法支撑他打出下一击，甚至连站稳都有点艰难。不过他记得最后一人是一名胆小鬼，于是他用出最后一丝力量喊出：“还有谁？”那人果真被吓尿了，连滚带爬逃走。看着那人的背影，乔舒亚最终也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第二天，公爵大人了解事件经过后，看着被打变形的铠甲，简直难以置信，因为不用魔力是不可能打成这样的，更别说是一个9岁小孩做的。现今大陆最年轻的魔力持有者也只有16岁，于是公爵决定见一下这位多年未见的私生子。刚见面就握住乔舒亚的手检查起来，却没发现任何魔力。但奇怪的是，有种黏糊糊的东西，但最终还是把乔舒亚留在公爵府中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当天晚上，乔舒亚凭着前生的记忆，重新找到发现长枪洛奇亚的地方，意外发现洛奇亚已变成一根铁棍。有自主意识的洛奇亚告诉乔舒亚，时间已经不多，要平息他体内的2股气运，必须短时间内把魔枪术达到第4阶段。这魔枪术一共8个阶段，重生前的乔舒亚只达到第5阶就已经无人能敌。于是乔舒亚回想起那只属于他的魔力练功法，顺利的把魔枪术的第1式完成。第二天，公爵为乔舒亚安排了一场对练，对手是他16岁的天才哥哥巴尔，现在帝国最年轻的魔力持有者。巴尔从架子上抽出木剑指向乔舒亚，嚣张的表示对弱鸡弟弟会适当放水，而乔舒亚却笑了笑，然后拿起架子旁边的拖把，一脚踩断。就在众人有些疑惑之时，乔舒亚表示用这根破棍子就可以。前来做客的夏罗小姐看到此景也不禁笑了起来，感觉乔舒亚非常有意思，欣慰上前警告乔舒亚严肃点，不要拿根破棍子开玩笑。公爵却把他拦住，并问乔舒亚是认真的吗？乔舒亚回头表示肯定。公爵也不好多说，让大家都落座观看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开始前公爵对着巴尔再重申一遍，让他绝对不能使用魔力。动手前，巴尔完全不把乔舒亚放在眼里，不相信他能用一根破棍接住自己的一招。随着公爵的一声落下，对练正式开始。刚开始，巴尔一个箭步走向前，准备一招解决战斗，怎料却被一根棍子直逼脑门，慌忙躲避下，准备再次进攻，但挥剑的手还没抬起，又一次被棍子快速打断，整条手臂顿时痛得直发麻。攻击接二连三被打断，巴尔愤怒了，大骂着乔舒亚区区庶子，居然让他当众出丑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乔舒亚对着他的肚子又是猛然一击，对得他霎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但意料不到的是，巴尔竟忍着剧痛紧握住棍子，乔舒亚顿感不妙，这个距离明显对他非常不利。果然被气疯的巴尔不讲武德，无视规则，对着乔舒亚使用起魔力。这么近的距离肯定是避无可避的，场上顿时掀起激烈的魔力爆炸。烟尘退散过后，大家发现巴尔的木剑竟已分成2截，而乔舒亚的木棍却萦绕着一股从没见过的魔力。作为魔力鉴定师的眼镜男看见后非常惊讶，巴尔也不相信这个出身卑贱的家伙居然会用魔力。不服输的他已经不顾一切后果，拔出佩剑继续袭向乔舒亚。乔舒亚也不甘示弱，握紧手里的木棍准备迎战。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公爵释放出威压，瞬间把2人都震慑住。巴尔也只好作罢，一直护着巴尔的亲卫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，9岁就有魔力在历史上可从来没出现过，不愿相信这庶子竟是史诗级天才，于是还想狡辩魔力的真实性，却被眼镜男上前啪啪打脸。他表示可以为魔力的真实性作证。大家都在为乔舒亚9岁就有魔力的事感到惊讶。最后公爵让乔舒亚今晚来他房间一趟，顿时引来巴尔的妒忌，只因公爵从来没让人去过他的房间，就算巴尔这个亲儿子也不例外。待乔舒亚来到房间后，公爵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儿子，见识过他今天的实力后，作为大陆10大剑士的他决定教乔舒亚用剑，怎料却遭到乔舒亚的拒绝。就算用威压强迫，乔舒亚对用长枪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。无奈之下，公爵只好与乔舒亚立下赌约，只要乔舒亚能通过 C 级骑士的考验，就算以后穿背带裤打篮球都不管他。可刚走出门外，却发现巴尔已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不服输的他约乔舒亚再去打一场，怎料结果是乔舒亚仅用赤手空拳就把持剑的他打得大小便失禁，他倒在地上。此时才真正知道自己与乔舒亚实力上的差距，简直如同蝼蚁。而回到房间的夏罗觉得刚才发生的事太过精彩，已经被乔舒亚深深吸引，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要放弃与巴尔的婚约，让乔舒亚成为他的男人。于是他第二天兴致勃勃地去找乔舒亚，怎料得到却是乔舒亚的一句滚蛋，并请他吃了一个闭门羹。片刻过后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
起，乔舒亚以为又是红发女，开门正要开骂，却发现来人是一位陌生的骑士。乔舒亚记得这人是公爵府里的 C 级骑士。凯因自我介绍后，表示想乔舒亚成为自己的主君，只因乔舒亚对练时的表现已经把他深深吸引，他的直觉告诉自己，此人以后肯定非池中之物。乔舒亚想起前世一直都是孤军作战，也觉得这一世应该要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，不能再重蹈覆辙。但乔舒亚没有马上答应凯因，表示要观察一段时间再说，因为乔舒亚可不想收废物。另一边的公爵夫人听闻儿子巴尔竟输给了一个数字，勃然大怒，大骂这个从小看着巴尔长大的亲卫办事不力。亲卫跟夫人却说还有机会，公爵为了让乔舒亚上皇家学院，必定会让他认证 C 级骑士。然而认证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和皇室骑士对练。夫人听到此话，顿时又想到了一个坏主意，她马上去用水晶球联系皇室中的伯父，让他到时候暗中帮忙。2天半后，一支皇室骑士大队来到公爵府，带队的人竟然是前世的仇人四皇子凯撒尔。乔舒亚想不到这么快就和仇人见面，顿时怒火中烧，现在简直想捅死他的心都有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家伙自告奋勇，希望四皇子能把考核任务交给他。只因佐科接到夫人的任务，就是要乔舒亚一辈子都拿不起剑。可来到比武场上，佐科才发现这货原来不是用剑的。看着拿着一根破铁棍的乔舒亚，他觉得十分搞笑。然而乔舒亚突如其来的一棍，让他的笑容瞬间消失。他更想不到的是，一个小屁孩的攻击居然这么沉。佐科想着只要缩短距离，这破棍子肯定会一无是处。殊不知乔舒亚早已用修炼弥补了这个漏洞。挡下攻击后，又是迎头一棒，拉开距离后，趁机使出魔枪术第一式闪雷，逼得佐科也不得不使出魔力迎击。大家都夸乔舒亚小小年纪能和 B 级骑士不分上下，真不简单。可压制着实力的佐科不可能让测试就这样结束，不然巴莎夫人绝不会放过他。于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耍赖的使出超 B 级魔力的一击。还好乔舒亚把魔力凝聚在一个点上，才勉强挡下这一招。骑士队长特朗普提醒公爵，少爷有危险，但公爵还是想看看再说。佐科看到乔舒亚能挡下这招也有点意外，不过扬言下一招就要乔舒亚的命。下一秒，剑气的碰撞当场掀起一阵剧烈的爆炸。等烟尘退散过后，发现两人已被分开数米。佐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震飞，再看向乔舒亚，却发现他手里竟出现了一把诡异的长枪。场外的亲卫戚风惊喊，那是魔神器。四皇子见到这结果非常满意，表示测试到此为止。佐科接受不了这结果，还想继续再战，却被四皇子的亲卫红毛喊停，并当场宣布乔舒亚正式成为 C 级骑士。此刻的乔舒亚也成为了大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魔力持有者。当天晚上公爵家的会议上，大家刚商讨完讨伐黑巨人的事，公爵就做出决定，等处理完黑魔森林的事后，就会带乔舒亚去首都的皇室学院上学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，公爵带着100多人的队伍向黑魔森林出发。路过森林附近领地的时候，比格子爵和他的精灵师女儿艾娜也想一同前往。精灵师放眼全帝国里也不足100名的存在，而乔舒亚重生前却没听说过叫艾娜的精灵师。作为巴莎夫人亲戚的比格发现乔舒亚庶子的身份后，眼里尽是鄙夷之色。傍晚来到森林外扎营后，大家正讨论着如何讨伐黑巨人，而乔舒亚却在此时独自一人走进森林里，只因他记得里面有一块神奇的石头，古代的魔法师们称它为太古石。这一块具有风火水雷冰等各种属性的石头，在世上也仅有5块被人发现而已。走了1个小时的路，途中还遇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巨人，还好用前世好友暗杀王教的呼吸法暂时躲过，最终来到一个深坑的前面，得到了5大太古石之一的布伦托。而在乔舒亚进入森林不久后，怪物在红月的作用下都进入了狂暴，正向营地里疯狂袭击。骑士们都在英勇奋战着，但黑巨人的攻击力实在太强，就连身为 B 级骑士的戚风也撑不过他一招。就在这时候，公爵走上前，面对一群来势汹汹的怪物，他仅用一招就把怪物们全部覆灭。这就是大陆9大星辰之一的实力，就连小怪也本能的感到害怕。巴尔看到父亲的实力后也不由得颤抖。胖子讥笑他天才也不过是个小孩子罢了。他突然发现战场上不见了乔舒亚的踪影，于是跟戚风反映，那个数字不会是临阵逃跑了吧？其他士兵察觉到后也在议论纷纷，都说乔舒亚就是个胆小鬼。可前方又一波的黑巨人让他们瞬间闭嘴。看到这令人绝望的数量，戚风也变得束手无策。就在此时，漆黑的天空中突然雷电交加，一个人出现在黑巨人上方，用带有闪电的一击把黑巨人瞬间秒杀，顿时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发现来人正是失踪已久的乔舒亚。一直针对乔舒亚的胖子比格跳出来作妖，表示乔舒亚肯定用了什么花招而已，那怪之前肯定被公爵大人攻击的余波所震伤，因此乔舒亚才能趁机捡漏。怎料这说辞还真有人相信，只因他们也不相信一个 C 级骑士能打倒黑巨人，而乔舒亚却不想理会他们。此刻的他只想得到公爵父亲的重视，于是决定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。面对恐怖如斯的黑巨人，乔舒亚让其他士兵通通让开，因为他要学东方某人一样，我要打10个，不然等会误伤了他们就不好。然后便再次运用起太古石布伦托的力量，一头跳进怪物堆里，使用着雷电技能群殴众怪。2只黑巨人瞬间被打飞 2.5 米，并被电焦，用实力打脸之前怀疑他的人。看到此幕，胖子惊得双膝跪地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而其他士兵也同样被惊得目瞪口呆。B 级骑士连皮都划不破的黑巨人，竟然被乔舒亚少爷一个 C 级骑士轻松打败，而且他带元素属性的魔力攻击又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传说中的魔剑士吧？公爵问元芳怎么看，搞错了，是随身魔法师阿芒。阿芒坦言，
言，乔舒亚以后绝对是一个能够改变国家，甚至改变整个大陆的怪物。话落间，公爵已经从他眼前消失，闪到精疲力尽的乔舒亚身旁，并把他抱起，然后斩杀最后的怪物。之后，乔舒亚昏迷了3天3夜。从来话不多的公爵看到他醒来，直接说正事，告诉他休养好后就出发去首都上学，期间先用隐藏身份低调行事，并已经帮他安排了一个没落贵族的新身份。出发去首都当天，夏罗小姐却在这时候追上乔舒亚，并把自己最重要的家族信物送给了他，表示乔舒亚去首都后一定要去他家做客，强调自己家里的床很大，现在要低调行事的乔舒亚为了堵住家里骑士们的口，只好暂时勉强收下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贵族小姐把家族信物交给别人是意味着什么。2天半后，乔舒亚抵达首都阿卡蒂。当天晚上，乔舒亚凭着记忆来到市中心的一个神秘情报点，正想推门而入时，却被组织部长铃当成是迷路的小鬼。可从乔舒亚嘴里听到组织的专属暗号后，大吃一惊，于是便为他带路。经过几道复杂的关卡后，最终带着乔舒亚来到一个房间。刚来还没等乔舒亚开口，铃就说出乔舒亚的名字。想不到路上的短短几分钟时间，铃就已经把他的身份调查个一清二楚。这工作效率也证明乔舒亚来对地方了。于是他让铃帮忙打听一件事，关于数十年前被灭门奥比伯爵家族的传家之宝。开学的前一周，乔舒亚正与凯因在餐馆中用餐，好久不见的铃终于带来了消息。在很久以前，阿巴伦还是一个很蔑视魔法师的帝国，但奥比家族却是个例外，因为其家主以完美的实力战胜了接近大师级的骑士，从此大陆诞生了首位战斗魔法师。虽然这是当时在阿巴伦没有得到重视，但在魔法之国泰拉却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。然而曾经如此辉煌的奥比家族，在10几年前却突然一下子没落了。这事的幕后黑手正是阿巴伦的皇室。临走后，好久不见的莱卡伯爵也碰巧来到餐馆。莱卡女儿伊琳跟乔舒亚打完招呼后，正想再跟他说点什么之时，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叙旧，而且刚到来就要老板马上清场。此人便是维斯侯爵家族的贝伦少爷，他家族是12大家族中最具影响力的，所以一直很霸道。随后他来到伊琳身边，便开始聊起他来，问他里面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。社恐的伊琳默不作声，见此贝伦也不耐烦了，正欲出手打人，却被看不过眼的乔舒亚大喊住手。虽然父亲叮嘱过他一定要低调行事，但是这种渣渣真的不教训不行。贝伦想不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，于是命令身旁的骑士斩掉这小鬼的2条胳膊。怎料刚拔剑就被眼前的杀气震慑住了，他不相信这是从一个10岁小鬼身上所散发出来的，不过他还是壮着胆动手。殊不知自己的剑竟被乔舒亚徒手挡下，两人震惊的目瞪口呆之时，乔舒亚的一拳更是令他怀疑人生。可知道这人好歹也是一个 B 级骑士，此时的贝伦还不知悔改，还想用身份来恐吓乔舒亚，却被乔舒亚的一拳狠狠地打在脸上，直接打飞2.5米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之后乔舒亚摘下贝伦脖子上的戒指，对着骑士留下狠话，如果想拿回家族戒指，就让这公子哥亲自来找我，不然就把戒指卖去黑市。事后伊琳过去感谢乔舒亚的出手相助，乔舒亚看到现在这么温柔的他，想不到日后竟是杀人如麻的冰之魔法师。乔舒亚让他不必感谢了，如果觉得真的过意不去的话，以后答应他的一个请求就行。贝伦醒来后，骑士知道以自己主人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去亲自道歉，于是提议派个代理人先过去看看情况。黑市之王的阿森特作为代理人来餐馆找到乔舒亚，然而这一切都在乔舒亚的预料之中，只因乔舒亚的目的是阿森特手上的戒指，里面就有一样乔舒亚一直在寻找的东西，奥比家族的传家宝，人称精灵的眼泪。乔舒亚用如尼文激活戒指后，发现这枚戒指能在危急情况下会自动生成7级的防护屏障，但也仅限女性使用。于是乔舒亚想把戒指送给自己的母亲。之后乔舒亚告诉凯因，在他去皇室学院的那段时间里，希望凯因能先去跟公爵学剑术变强。而此时的魔法师圣地的魔塔里，7大魔法师的其中4位正讨论着太古石的事。据情报说，有2颗太古石已被人发现拿走，而且布伦托出现的附近还发现了魔剑石。大家听到魔剑石都十分惊讶，对此也十分关注。与此同时，7大魔法师之一的雷电制作司空震已来到当初发现布伦托的黑魔森林。司空震把见识过乔舒亚能力的胖子绑了起来审问，得知乔舒亚已经去了首都的皇室学院后，为了身份不被外显，冷酷无情的他直接用雷电把胖子送上西天，人命在他眼里就如同草芥。开学第1天的课堂上，老师讲解着各种武器特性的内容。剑圣之子马鲁嘲笑长枪是最垃圾的武器，只有炮灰才会去使用，顿时引起了乔舒亚的不满，马上为长枪证明长枪才是百兵之王，只是一直被人低估而已。两人因此争论不休，于是双方立下赌约，谁打输了以后就要叫谁爸爸。因为校规是禁止学生内斗，所以约在明天的实战对练课上一决胜负。次日的练武场上，很多人都来看热闹，大部分人都是来看长枪如何出丑的。舍友伊卡劝乔舒亚还是道个歉吧，说他是赢不了马鲁的，况且就算赢了，斯坦家族也不会坐视不管。而乔舒亚却要用行动告诉伊卡一个道理，人怕就会输一辈子，不管敌人是谁，只要把他们通通打败就行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两人来到场地中央，随着老师一声令下，对练正式开始。信心满满的马鲁倒是想看看这个家伙有什么底气让他大言不惭，结果看到闭上眼的乔舒亚后
就莫名火大，想着自己绝不可能输给这种垃圾。可下一秒他就知道自己错了。就在贴近的瞬间，乔舒亚睁开眼的一刹那，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把他一击打倒。场上的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惊掉了下巴，速度之快让大家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也在刚才的转眼间，乔舒亚居然领悟了魔枪术第6阶段的极快奥义，这可是他前世都没能达到的境界。事后老师找到了乔舒亚，告诉他一个事实，刚才被打败的马鲁是罪恶社团的其中一员，他们一直都以折磨家境差的孩子为乐，同时也让乔舒亚明白一个人的力量终归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闻言，乔舒亚义正辞严地回答老师，就是老师这样袖手旁观的态度，才助长了他们嚣张的气焰，不敢尝试改变就是胆小鬼的行为，我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这一切。次日，乔舒亚打败著名剑术大师之子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学院，但同时他也收到陛下的消息，要乔舒亚无论如何都要进入皇室骑士团，不过他离开前一定要把罪恶社团瓦解。而此时学校里的阿伊夏社团正讨论着如何处理乔舒亚的事，其他人都有拉拢乔舒亚的意思，但跟乔舒亚有过节的贝伦却极力反对这事，只因他一定要乔舒亚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。于是他们当众侮辱乔舒亚的2位舍友，还要雷斯像当初出卖哥哥一样把乔舒亚引过来，但雷斯在乔舒亚的影响下已不想再受他们摆布，可惜战力只有5的他还是被人一拳放倒。同样一向懦弱的伊卡在此刻也觉醒了，嘲笑他们身为贵族居然使出要挟人质的低级伎俩。贝伦见他话多就过来一脚把他踢倒，扬言作为贱民就应该被贵族踩在脚下，别做无谓的反抗，这是定律来的，就像牛欢喜跟咸酸菜一样。不过下一刻乔舒亚的到来就让他惊慌失色，但站在贝伦一方的绿毛女却不怕，扬言乔舒亚现在的行为无疑就是与在场12个家族的人对抗，就算是5大公爵的子女也毫无办法，除非是诺斯公爵家的人。贝伦嘲笑乔舒亚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就是把环戒还给了他，所以今天就要乔舒亚这种贱民见识环戒的厉害。话落间就把魔力注入环戒，在乔舒亚面前玩起变身，铠甲瞬间为他带来自信，马上叫嚣着你过来啊，看老子把你打成一个永远走不了路的废物。可乔舒亚却毫无波澜，甚至大摇大摆地走到他面前，也把自己的环戒也亮出来，因为他决定要用魔法打败魔法。贝伦简直不可置信，这种贱民怎么会有环戒？只因这环戒是公爵入学前交给乔舒亚证明身份使用的，现在用来装逼再合适不过了，所以老子不装了，我要摊牌了，今天就要你们这些仗势欺人的狗东西见识一下我们家族的力量。一阵闪耀的亮光过后，乔舒亚铠甲上的花纹令他们更震惊了，那是诺斯公爵家族的骑士花纹。贝伦那边的人全部都被惊得目瞪口呆，特别刚才大放厥词的那2位，脸色顿时变得铁青，惊呼不可能。这时候他才想起来，这不会是传闻中诺斯家族中的那位9岁骑士吧？乔舒亚靠近贝伦，比家族力量是吧？我真名乔舒亚诺斯，就想问一句，还有谁？闻言贝伦也开始有点瑟瑟发抖，而另一个家伙还在嘴硬，你不会想和在场12大家族的继承人结仇吧？乔舒亚弱弱的反问一句，这只是你的想法吧？然后放出狠话，想和诺斯家族结仇的现在可以选择留下，否则无关人员请马上离开。简单的一句话瞬间把局势扭转，其他人闻言后都马上见风使舵，纷纷找借口离开。我老婆生孩子了，我女朋友60大寿了，坤哥约了我打篮球。贝伦大骂他们都是叛徒，之后肯定会找他们算账的。乔舒亚让贝伦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嚣张惯的贝伦瞬间求饶，可之前乔舒亚就已经给过他机会，也不想跟他再多废话，一招把他轰飞25米，翻滚2圈半后倒在地上昏迷不醒。就算身上有铠甲保护，9972根骨头也被打断。2名同伙见此马上抬走重伤的贝伦，一刻都不想多留。雷斯想不到乔舒亚居然是诺斯家族的人，但伊卡却一点都不惊讶，只因他从乔舒亚一直以来的行为就猜到1、2，头脑清晰的他果然是将来军师级别的人物。当天晚上，雷电之作司空震终于来到皇室学院，并在后山找到了乔舒亚。看来者不善，乔舒亚决定先把他引到森林深处，在路上趁其不备，一个箭步上前突袭，想着近战肯定不会输给一个魔法师，怎料带着爆破术的一拳竟被他轻松接着，还被他反按在地上摩擦。正当乔舒亚将要被废掉一条胳膊之时，乔舒亚大喊洛奇亚，一支长枪马上从司空震的死角飞来，给司空震杀了个措手不及。看到乔舒亚的魔神器后，司空震兴致更加高昂，马上使出光之枪招呼乔舒亚，这招只要被打中肯定不死即残。还好乔舒亚用木头抵挡了攻击，并趁着这个空档使出魔枪术第1式闪雷，不过还是被反应及时的司空震逃脱。之后司空震的移动和释放速度开始越来越快，而且在追逐的过程中，乔舒亚已经中下司空震的埋伏，悄悄布置好的闪电球顿时把乔舒亚团团围住。乔舒亚也大感不妙，只见全部闪电球同时放出高压电轰向乔舒亚，乔舒亚使出魔枪术第2式狂风才勉强挡下。此时身受重伤的乔舒亚惊讶地发现，闪电球竟然还萦绕在周围封锁他所有的退路。与此同时，上方的司空震正举手凝聚一个大火球，准备就此终结乔舒亚。乔舒亚看着迎来的大火球也陷入了绝望。就在此时，洛奇亚突然把时间停住，表示对现在的乔舒亚非常失望，提醒他之前一直以来的生存方式是什么，不管挡在他面前的敌人有多强大，只要是他就能一扫而光，生死存亡之间也已经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乔舒亚如梦中惊醒，临阵突破，马上使出魔枪术第3阶段修罗之路。修罗般的
的魔力凝聚在长枪上，划破长空的一枪从手上掷出，顶着火球的烈焰直奔司空震而去，瞬间把其穿透。可惜司空震还是用瞬移术躲过了这杀招，但还没完，趁着他还没站稳，乔舒亚就已经拿着长枪闪电般跟上，终于实打实的刺中他的心脏。司空震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乔舒亚，想不到自己竟栽在一个小屁孩手上。随后乔舒亚力竭倒地，昏迷了2天半。醒来的乔舒亚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在眨眼间成长了。原来太古式布伦托的真正能力是成长之力。然而乔舒亚最近太过装逼的行为已惊动了学校的高层，有人以为乔舒亚不正当入学已严重违纪，应该给予退学处分。但身为乔舒亚老师的伊卡鲁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表示乔舒亚消灭了学校的罪恶社团的行为，不但没得到赞赏，反而受到退学的处分，这明显是纵容学生霸凌。在双方争执不休的时候，门外一群学生正在楼下抗议，要求惩罚阿伊夏社团。他们来到走廊里，发现阿伊夏的2位骨干成员看到后不但不慌，反而要求校方迅速处理此事，不然他们家族定会问责校方。乔舒亚与伊卡鲁老师此时也来到这里，伊卡鲁让他们适可而止，解散阿伊夏已成定局。乔舒亚也扬言自己离开前一定要亲手清理阿伊夏这种垃圾。此时院长也觉得是时候让学校回归本质，虽然是晚了点，但错误总是要纠正的，在学校里就不应该地位不同就区别对待。闻言格兰不禁笑了，反驳院长是不是脑中风了，人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像乔舒亚作为一个庶子，天赋虽然比巴尔高，但终归还是成为不了家族的继承人，公爵肯定不会为了一个庶子跟我们家族结仇。话音刚落，诺斯公爵和里马伯爵就闻声推门而入，表示自己换继承人就是嫌麻烦而已，在诺斯家族里谁有实力都可以往上爬，并反问格兰，你不会因为这种事和诺斯家族结仇吧？被打脸的格兰顿时又怕又气，里马让格兰这个小鬼识趣点，不要再给家族抹黑，警告他聪明的孩子都应该能听懂。临走前还叮嘱他们以后不要再招惹他儿子马鲁。2个小鬼的脸顿时被吓得铁青。事情完事后，3人就来到一个房间里，公爵询问完乔舒亚去皇室骑士团的想法后，里马便开始找乔舒亚这个史诗级天才算账，质问他现在还觉得长剑是垃圾吗？乔舒亚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他，然后又叹了一口气，表示自己的意思并不是说长剑是垃圾，而是在自己的角度来说，认为任何武器都不可能超越长枪。大陆最强2位剑术大师听闻此言都十分震惊，里马笑着释放大师级别的杀气，让他有种再说一遍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乔舒亚竟能扛着这骇人的杀气向他缓缓走来，并坚定地再次表达自己的决心。里马想不到居然还有这般天才，身体的老毛病不由得又犯了。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蹂躏天才，最喜欢看到他们受挫的表情，幻想着将来乔舒亚用各种姿势求饶的画面，就莫名的兴奋。但记得诺斯公爵还在这里，还是收敛一下好。最后公爵给了乔舒亚一个建议，如果真的决心去皇室骑士团的话，那就至少进入第3大队吧。这是暗示乔舒亚可以由此获得爵位，以后就可以随时离开以巴尔为继承人的公爵家。离开学院前，伊卡找到乔舒亚，表示自己想跟随他去皇室骑士团，但乔舒亚却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只因他想伊卡在学校继续深造，他要的不是一位侍从，而是一个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人。道别后，乔舒亚来到皇宫门外，2个门卫听到乔舒亚是来申请圣骑格斗，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但看到乔舒亚用环戒亮出身份后，就瞬间笑不出来。乔舒亚来到11、12大队的练兵场后，发现这里还是和以往一样热闹，而一位骑士看到人群中格格不入的乔舒亚，以为是迷路的小孩，让他赶紧回家吃奶。不料乔舒亚直接用环戒亮出身份，表示自己是来申请圣骑格斗入团的。众人看到诺斯家族的徽章后都惊慌失色，碍于公爵家的身份都无人上前应战，因此乔舒亚只好用激将法挑衅他们，便看着某位冲头嘲讽道，真垃圾，连小孩都不如。他问乔舒亚看着自己说干嘛，是在说我吗？乔舒亚让他不要误会，并不是针对你，我想说的是在场的都是垃圾，这简直恕可忍扫不可忍了。人群顿时炸开了锅，那个冲头终于受不了，决定替大家教训这个小屁孩，觉得乔舒亚就是投胎了个好人家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于是刚开始就使出灵光真本事全力以赴。刀疤男提醒乔舒亚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 C 级魔力者是不可能战胜掌握灵光的人。乔舒亚笑了笑，谁说我是 C 级骑士的？然后亮出自己的武器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灵光，顿时令其他人都惊讶不已。环界魔器还有灵光，这虐菜套装简直是太欺负人了。那人大骂乔舒亚是挂壁，乔舒亚嘲讽他就是一个胆小鬼。被激怒的他不管3728便提剑攻向乔舒亚，不甘示弱的乔舒亚也马上挥枪迎击，剑气的碰撞掀起激烈的爆炸。烟尘退散过后，另一个身影帮那人挡下了这强力的一击。来人正是12大队的副队长潘森。潘森表示自己愿意替他接受挑战，即使输了会被剥夺副队长之位。乔舒亚夸潘森真伟大，果然还是那么为人着想。然而潘森看着刚挡下一剑的缺口，其实就早已知道结局，但是为了属下也只能拼了。随后乔舒亚用绝对恐怖的实力告诉他们，自己要在5年内把你们这群渣渣打造成帝国最强的骑士团。而潘森看见乔舒亚所使出的灵光之刃，就明白他的实力绝对能对得起刚才说的这番话。与此同时，皇宫里的皇帝正在召见巴尔，刚见面就命令他喝下一种增强魔力的秘药，然后便倒在地上。此时皇帝却告诉意识朦胧的巴尔一个惊人真相，
长，巴尔就是他的儿子，提醒被抹去记忆的他不要忘记和自己的约定，一定不能让乔舒亚成为诺斯公爵家族的继承人。时间匆匆5年过去，乔舒亚已经成为12队的大队长，而芬迪家族的夏罗小姐却已经家道中落，只因他们家族这5年来一直受克伦家族的入侵。今晚他来参加大皇子的生日舞会，却被2个死对头刁难，故意让安保人员认真查明他的身份。无助的夏罗被气得咬牙切齿，在众人面前正要出丑之际，还好乔舒亚及时出来救场。安保正有些为难，可乔舒亚一个眼神就让他们知道该听谁的话，气得格兰直骂娘。乔舒亚把夏罗带进舞会后，夏罗喊出他的全名妖物，乔舒亚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脱离诺斯家族，现在叫乔舒亚森德斯男爵。于是2人一起共舞。夏罗看乔舒亚来首都5年也从没找过他，本以为乔舒亚早已把他忘记，不过乔舒亚告诉夏罗，身为皇室骑士的他也身不由己，现在还在猥琐发育，暂时不能出手帮他。他们被全场夸作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夏罗开心的像个5岁的小孩一样离去。而此时的乔舒亚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去做，他记得前世的好友暗杀王今晚会来暗杀大皇子，结果暗杀失败的他会因此身受重伤，所以他要赶在那之前会这位老朋友。果然他还是跟前世一样好骗。乔舒亚释放出暗龙之力，他就误以为乔舒亚就是暗黑之主，最后只能听从乔舒亚的命令，乖乖的放弃暗杀任务，然后火速逃离首都阿卡蒂。不过任务失败的阿伊莎反而笑了，因为他之后就能自由一段时间。就在这时候，会场外一个愤怒的男子也在寻找乔舒亚。5年未见的凯因见到乔舒亚后，就尽诉这些年来的委屈。5年了，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而你就在皇室里逍遥快活。乔舒亚知道凯因主动来找他，就证明现在的他已经达到了那个境界。但乔舒亚更意外的是，凯因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让他现在变得如此自恋？乔舒亚看到这变化也有点无语。不光是凯因，帝国最强大脑的伊卡也在次日后来找乔舒亚。感觉时机成熟的乔舒亚决定是时候去见皇帝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乔舒亚安排他俩先去一趟芬迪家族。次日皇宫的晨会上，皇帝正在为今年无人去大师战的事发愁，想不到乔舒亚竟然主动请缨出战，更想不到的是，他居然大胆提出要离开皇室骑士团作为条件。皇帝一怒之下对乔舒亚拔剑相向，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皇帝居然笑了。本来只是想看看乔舒亚是否能使出灵光之刃，没想到他竟然能使出更高级别的新剑，这证明乔舒亚已达到大师境界，于是答应了乔舒亚的请求。2天半后，伊卡和凯因到达芬迪家族。夏罗看到帝国最强军师的伊卡到来也十分惊讶，但看到凯因铠甲上的花纹就似乎有点明白。他想不到之前冷酷的乔舒亚现在竟会如此帮忙。今天是乔舒亚离开皇室的日子，他的部下闻讯后都来送别他们尊敬的队长。谁料乔舒亚开口就说从来没把他们这群人当部下，他的部下们顿时震惊的怀疑人生。乔舒亚继续补充，你们是我最珍贵的同僚。乔舒亚这5年内不仅履行了当初的承诺，把他们打造成最强的骑士团，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。当皇宫队长后，还在皇宫密库里找回了前世真爱的黑曜尔丁。最了解乔舒亚的潘森知道乔舒亚要做的事肯定十分危险，不想连累他们才会独自离开，所以他们以骑士最高的礼节送别乔舒亚。而乔舒亚离开皇宫的第一站就是去莱茵的佣兵工会。谁料分会长知道乔舒亚天才贵族的身份后，不讲武德的他要乔舒亚完成最高级别的5星任务，才给乔舒亚发放银牌佣兵身份。乔舒亚刚来任务队伍就被当作新人看待，做着搬运这些最低级的活，而且还被2个小嘎嘎嘲笑，万一是位会使用灵光的小毛孩怎么办？别以为阿猫阿狗都会用灵光。乔舒亚想不到这个不讲武德的分会长居然把5星当2星任务发布，才招来了这种小嘎嘎。早知道就只做单人任务，如果一路顺风只碰到简单的不死鬼还好，但还是遇到了最不想碰到的无头骑士。无头骑士可是用 B 级以上灵光才能消灭的怪物，而且这里出现的数量简直令人绝望。见此，所有人都在慌忙逃窜，唯独乔舒亚一人迎难而上。刚来嘲笑他的2位小嘎嘎，这时还不忘吐槽乔舒亚就是个傻逼。怎料下一秒，乔舒亚就召唤出长枪洛奇亚，在枪尖凝聚魔力后，使用魔枪术第4阶段歼灭技能，一招就把眼前的不死军团全部覆灭。分会长早已听说乔舒亚的厉害，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竟是如此恐怖。2个被打脸的小嘎嘎简直惊掉了下巴。好久没打野的乔舒亚，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用尽全力的一击。事后分会长艾登在营地里向乔舒亚坦白了一切，其实他们这一次任务最终讨伐的对象是莱卡城中列夫小城里的巫妖，而且现在皇室已封锁了正在领地战的莱卡城，办理入城许可还要一些时间。但后来出现的伊林告诉大家真相，那里进行的可不是领地战，而是克伦家族策划的一场大屠杀。就在乔舒亚他们等待许可证的期间，休巴特帝国的圣骑士克里斯以潜入列夫城，正在调查巫妖的事，结果在里面真碰上数量骇人的不死鬼。果然克里斯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招圣十字就把怪物们群灭。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邪恶的家伙居然出现在这里，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身后的黑魔法死死困住。他
他想不到这家伙简直就是疯子，居然创造出大陆所禁忌的亡灵骑士。不久后，得到许可证的乔舒亚他们也在赶往列夫城的途中。乔舒亚在马车上从伊林口中得知当年莱卡伯爵失踪的真相。5年前，莱卡伯爵在克伦家族的追杀中，为了让女儿伊林逃走，舍身与追兵同归于尽。他这次重回列夫城，就是想确认巫妖是否与失踪的父亲有关。突然，乔舒亚感知到一股令他十分厌恶的气息，那气息只属于他最讨厌的白白尔。已经等不及的他跳下马车，独自一人迅速进城确认此事。在一个反魔法阵里，乔舒亚发现了被绑在这里的克里斯。他刚见面就让乔舒亚小心背后，躲避及时的乔舒亚才发现，这是他第一次遇见这种亡灵骑士。想不到此时的长枪洛奇亚也兴奋起来，说这是他的猎物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掉这家伙。被魔气控制的乔舒亚一招就把亡灵骑士打残。一旁观战的克里斯还是第一次遇到同时存在2种气运的人，不料此时的亡灵骑士会亮出一把熟悉的武器。乔舒亚看到后也十分惊讶，因为这狼牙剑是罗武国罗马公爵独有的武器。被打败的罗马公爵也恢复了意识。乔舒亚问人称野王的他到底有多不甘心才会走上这条路。罗马跟乔舒亚回忆起当时的情况，刚被艾斯打败的他被剥夺了大师之位，并被调到别的地区，就此他成了罗纳皇帝亲哥梅洛与黑魔法师艾博阴谋中的牺牲品。艾博利用他没能留在皇帝身边的不甘，把他制作成亡灵骑士。乔舒亚知道创造亡灵骑士是需要顶级骑士的身体和灵魂，如果当事人不愿意，是绝对无法造出这种魔物的。人称野王的罗马公爵，你是有多么的不甘心啊！幸运的是，罗马遇到的是乔舒亚，他有办法令罗马脱离那些人的摆布，并在这条路上按自己的意志走下去。条件就是要成为乔舒亚的小弟，与其做黑魔法师的奴隶，还不如跟随大陆最强天才。罗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交易，然后乔舒亚让洛奇亚把罗马的魔气都吸过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外面正在起争执的2拨人都感受到里面散发出那股非比寻常的魔气，大家都在严阵以待，但发现出来的人竟是乔舒亚。休巴特的圣骑士里昂马上拔剑冲过去，却被艾登会长拦了下来。就在大家争执乔舒亚是否魔物的时候，休巴特的圣女塞西走上前来，说里昂的智商有点低，刚才那股强魔气足以轻松把这里的人全灭。如果乔舒亚是魔物，还能轮到你在这里逼逼吗？是否魔物用神物神之类一测便知。但想不到这所谓的圣女居然是一位绿茶婊，贝蒂里私下传音给乔舒亚，只要乔舒亚能用第2把枪让他享受一下，他可以操纵神之类帮乔舒亚躲过测试。乔舒亚叹了口气，想不到还有这么放肆的圣女，于是丢下肩上的克里斯，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展现出他们休巴特自以为傲的胜利。与此同时，塞西手上的神物也与乔舒亚的胜利产生共鸣，被乔舒亚吸引了过去，于是当场捏碎神物，教他们此神物真正的用法。一阵亮光过后，休巴特那边的人都十分震惊，因为乔舒亚既不是休巴特的圣骑士，也不是司机的人，但为什么他身上居然出现斗神大天使的翅膀？怎料一位圣骑士罔顾事实，还要以损坏神物为由，扬言要打断男人的腿。男人叫他有空逼逼，还不如先救一下快死的队友。圣女塞西见此，火速上前让里昂别再争执，顺便让其他人一起来帮忙，快点把命危的克里斯带到附近的教堂救治。塞西让里昂不要再纠结，看到7大天使之一斗神米卡尔的翅膀，就明白这是神的旨意，就算有错也是神的安排。里昂也只好作罢。塞西临走前也不忘对乔舒亚暗送秋波，期待下次能看到他真枪的雄风。也从这件事以后，乔舒亚终于明白了2股气运是如何单独使用。另一边的黑魔法师艾博，因为亡灵骑士的术被中断而遭到反噬，看到难得弄来的大师之躯就这样丢失，非常不甘心。为了计划，他只好拿出最后的珍藏品，而里面躺着的竟然是全大陆都在寻找的男人——初代近战法师杰斯奥比斯。艾博把他制作成新的亡灵骑士后，给他取了个新的名字白白尔。委托完成后取得银牌的乔舒亚本想就此分开，谁料艾登和伊林也要一同前往莱茵之城。原来艾登的真实身份是人称巨力的克拉克，同样是大师境的他也要去莱茵城参加大师战。克伦家族那边，因为芬迪家族在伊卡和凯因的帮忙下，彻底打乱了克伦家族进攻艾登峡谷的计划。最后他们不得不再次请来佣兵王芭芭拉。第2天，莱茵大师战的抽签会场上，艾斯公王与巨人克拉克的到场，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。但最后到场的乔舒亚也同样让众人惊讶，都觉得大陆第一新星果然名不虚传。看起来很年轻的乔舒亚，一点都不逊色于艾斯和克拉克。乔舒亚与巴尔这对异父异母的2兄弟，多年未见的他们还是默不作声的擦肩而过。主持人在大家抽签前介绍着这次大师战的内容。这次获得大师称号是与胜负无关，只要6位大师评委中有3位以上认可就行。还有这次的获胜奖励和上次一样，获胜者将获得挑战12超人和9大星辰的权限，而且这次还增加了新奖品奈尔之锤。获得奈尔之锤就意味着可以成为莱茵的主人。中立之城莱茵无论资金实力还是地理优势，都让许多人垂涎3尺。一直想独立的斯兰公王艾斯对此志在必得。在大家的一轮抽签过后，开幕赛第1场就是阿巴伦的第一新星乔舒亚对战哈特王国的钢铁骑士巴贝伦。4日后，大师开幕战终于开始。评委们都觉得实战经验丰富的巴贝伦赢率更高，认为乔舒亚虽是史诗级天才，但终归也只不过是个小孩，而且还是个用长枪的非主流。而变态狂剑圣里马已兴奋到颤抖不已，忍不住就想出去把乔舒亚蹂躏一番。巴贝伦刚上台就嘲笑乔舒亚，小年纪就不学无术，居然还想用长枪博取眼球。今天老子教你骑士就应该用剑，长枪就是小丑用的玩具罢了。
作为前辈就先让你一招。话落间，乔舒亚应声先用长枪把他击退数米，他刚才挂在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，双手还在吃力地硬扛着乔舒亚的长枪。想不到只是伸出单手就有这种怪力，这人真的是15岁的小孩吗？而乔舒亚还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我才使出一点力气，你老人家就这么快吃不消啊？他弹开乔舒亚的长枪，只是站点上分别在这里嘚瑟。然而他想不到乔舒亚的长枪居然会这么快，迎面而来又是一枪，但同样的招式对他不会再起作用。侧身躲闪后，马上移动到乔舒亚的身边，以为要得手的时候，乔舒亚却笑了，好像一切都在预料当中，一记横扫千军直接把他再次轰开。经过这一招后，巴贝伦已深知自己与乔舒亚实力的差距，这实在太大了。乔舒亚放出豪言，10回合内必打败他，借此来向众人证明长枪的伟大。巴贝伦也承认乔舒亚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，但也不代表会让他随意摆布。说着就使用起灵光之刃，准备全力以赴。谁料下一秒，乔舒亚竟举起手中的长枪，直接向巴贝伦投去。巴贝伦也想不到乔舒亚会使出如此愚蠢的败招，用力击飞投来的长枪后，果断一个箭步近身，准备终结手无寸铁的乔舒亚。殊不知乔舒亚居然还有这种回手掏的技能，用召回来的长枪与巴贝伦迎面来了个硬碰硬，两顶魔力碰撞在一起。场上顿时掀起剧烈的爆炸，观众们隔着护罩也感受到爆炸的厉害。被吓倒在地的主持人也在等待最终的结果。浓烟退散过后，只见乔舒亚用长枪指着倒在地上的巴贝伦，想学长枪吗？我教你啊！愣愣的巴贝伦也只好乖乖认输。在观众的一阵欢呼声过后，裁判团一致同意给予乔舒亚大师称号。见圣里马看到已经站上顶峰的乔舒亚，还沉醉于果实成熟的快乐中，但最后还是用自己特殊的爱对乔舒亚表示赞同。男人刚赢得比赛，女人就迫不及待地把他拉进房间，然后一头扎进男人怀里。男人脱掉衣服让他直奔主题，谁料女人只想帮他量身定做魔器而已。3秒真男人过后，乔舒亚把伊琳打发走，然后马上召唤野王罗马出来，让他迅速赶往艾登峡谷支援芬迪家子。会场上的另一处，其中3位裁判正讨论着乔舒亚这逆天的天才，说只要再过5年，乔舒亚在这世上肯定无人能敌，担心他会被战争机器马斯皇帝利用，将来会打破当今3强7中2弱的局面，甚至想把乔舒亚就此扼杀在摇篮之中。次日的大师战是一场魔法师对决的比赛，7大魔法师之一暴风之作的赛塔对阵泰拉王室首席魔法师泰罗。赛塔觉得很没意思，让泰罗不如直接石头剪刀布来决胜负就算了。泰罗发起各种魔法攻击，看赛塔年纪轻轻就一副肾虚的样子，让他还是早点弃权吧。赛塔这时候才发现这人的不简单，居然能同时运用4种魔法。赛塔看情况不妙，马上唤出岩石壁垒挡下闪电攻击，说他这是在比赛还是在玩命。泰罗看到赛塔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就火大，下一招就直接火力全开，使出大招火光冲天，让赛塔早点结束回家。赛塔本来就不想来这种无聊的比赛，他的目标就是想会那个可恶的乔舒亚而已。说着赛塔就用防御魔法硬扛下这强力的一招，强大的魔法顿时也覆盖了整个赛场。乔舒亚这时候也想起来，当年他就是遵从凯撒尔的命令，把泰拉王国和泰罗2个名字消失在历史之中，最后还差点死在这泰罗的爆炸魔法阵里。当泰罗正以为赛塔就此凉凉的时候，一个人出现在火光之中，赛塔拨开身边的火焰，表示泰罗已成功引起了他的兴趣。泰罗看到赛塔毫发无损的样子，惊呼不可能。赛塔觉得有什么好惊奇的，就是一招被自己改良过的风之木而已。泰罗听到只是风属性就挡下他的全部攻击，更加不可置信。风属性的防御是所有属性中最弱的，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？泰罗还是不信邪，用尽全力决心要打爆这个所谓的风之木，但赛塔却丝毫不把这些攻击放在眼里，甚至还顶着攻击玩起带球状元，直接把泰罗撞出擂台之外，引得他老腰都直不起来。此刻的乔舒亚也想起这赛塔到底是何人，在前世中他就是全大陆第1位8级魔法师。主持人马上宣布获胜者就是赛塔，6位裁判中有4位表示认可，赛塔正式成为魔法大师。伊琳跟乔舒亚说道，赛塔这人真是怪物，泰罗就已经够怪物了，居然也被他轻松拿下。但伊琳想不到的是，他以后也是8级魔法师中的4大怪物之一。以现在来看，赛塔现在的实力至少相当于6级大师之上。乔舒亚想不到上一世被称为暴风魔法师的赛塔居然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这人刚才肯定还没展现全部实力，真想与他大战一场。主持人介绍下一场就是万众期待的比赛之一，佣兵界的2把手巨力克拉克对战艾斯公王。在主持人一声落下后正式开始，克拉克招呼都懒得打，赤手空拳直接攻向艾斯。艾斯认为他只是力气大点罢了，而且徒手战斗必然有局限性，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带了可以扭曲剑气的魔器。还没等艾斯反应过来，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已捶到脸上，直接被打退数米。艾斯马上把剑插到地上，使出地狱结火，岩浆瞬间把四周的地面炸裂，裂开的地面令克拉克站都站不稳，更别说攻击了。艾斯则在远处使出带火焰的剑气不停轰炸，认为这种情况下克拉克肯定撑不了多久。突然，克拉克举起双手凝聚魔力，然后砸到地面上，使出地动山摇，数条石柱瞬间把艾斯包围。艾斯笑这种低级伎俩对他根本毫无作用，怎料克拉克只是用掀起来的石头作为跳板，接近目标后又开始猛攻，躲避过后再接着一记托马斯回旋踢，被踢中的艾斯深陷地里，差点就被踢出脑震荡。这还没完，克拉克继续使出灵光拳，准备一击终结艾斯。充满魔力的一拳顿时掀起剧烈的爆炸，
烟雾退散后，克拉克被镇住了。只见艾斯居然还安然无恙地蹲在原地。艾斯决定不再隐藏实力，开始使用太古石马格玛的力量。这时候，看台上乔舒亚的布伦托也产生了共鸣。洛奇亚告诉乔舒亚，艾斯所拥有的能力是能烧毁一切的地狱结火。太古石马格玛的真实能力就是消灭。此时在战斗中的艾斯也看向乔舒亚。洛奇亚继续解释，太古石之间就会互相吸引，因为太古石本来就是神之阶晶体的整体，只不过是分成多块碎石而已。突然，台上的艾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形成一条巨大的火柱，跳起来使出消亡解火的大招。无处躲避的克拉克只能使出全力硬扛。巨大的火焰引起了骇人的爆炸，就连爆炸碎石都形成巨大的火球飞向观众。观众们以为有护罩在肯定不怕，谁料这火球居然连护罩都能融化。最后躺在地上的克拉克也输得心服口服。这已经是艾斯控制了力度的结果。如果是火力全开，不知道是多么惊人的破坏力。马格玛的消灭能力的攻击实在太可怕。赛后克拉克的伤口就算司机怎么治疗都没有效果。前来看望的乔舒亚知道这是太古石力量的缘故，普通的胜利肯定无法治愈，可能只有自己这种级别的胜利才能有效果。虽然之前没用过神圣类的治愈魔法，但现在也只能试试。一生治愈过后，克拉克的伤口果然肉眼可见地迅速恢复，甚至还直接原地复活。这骚操作把在旁的魔法师伊林和司机们都看呆。次日后，乔舒亚在树林里跟下一轮的对手赛塔私下见面，并告诉他一个重要的情报：魔法师艾博将会杀死现任魔塔主伊安，成为新的魔塔主。而且雷电之作在5年前的确被他自卫嘎掉了。赛塔起初也不相信乔舒亚的一派胡言，但想起之前大地大叔也跟他说过艾博相似的话，也只能暂时相信乔舒亚。乔舒亚本来也不期望赛塔能完全相信，但他还是和赛塔做了个交易，只要他能阻止艾博的计划，作为回报希望赛塔能帮助他成为帝国的皇帝。比起大师战，赛塔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去阿巴伦确认情况，因此他放弃了和乔舒亚的比赛。2日后，终于到了大师战的最终决赛，低星星乔舒亚森德斯对战烈焰骑士艾斯，这肯定是一场史诗级别的对战。烈焰艾斯刚开始就亮出那把奇特的武器，这是一把灵活且诡异的鞭剑。所谓武器越怪，死得越快，那超远的攻击距离，就算是长枪也占不到半分便宜，而且又快又无法预测的轨迹，让乔舒亚吃尽苦头。但此时场外的克拉克好像比乔舒亚更着急，原来他用全副家当全压上乔舒亚。伊林得知乔舒亚是12倍赔率后，十分不爽，这分明瞧不起自家哥哥，于是要求马上带他去投注，他要压10个亿，而场上的乔舒亚还在吃力的应付着，一点优势都没有。艾斯也开始嚣张起来，史诗级新星也不外如是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说罢便把太古石的力量融合到剑里，甩出一招带有地狱结火的攻击，想就此结束比赛，怎料却被乔舒亚意外挡下。艾斯大吃一惊，这地狱结火可是连魔力都能蒸发，除非有太古石的力量。难道还没多想，胸口上的马格玛与乔舒亚的太古石产生了剧烈的共鸣，原来如此，然后兴奋地燃烧起来。既然是同类人，就不用顾忌了，于是马上火力全开。艾斯提醒乔舒亚，自己也是第一次用这个形态，生怕自己不能完全控制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乔舒亚轻蔑一笑，你对所谓的力量一无所知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老子对自己全开的力量也没有十足把握，尤其兴奋的时候，怕一不小心就把你捅死。说完便化身电光火石，速度之快令艾斯也差点躲避不及。艾斯怒喝，快有屁用，能打破我的火臂再说。优势再次被逆转，乔舒亚只能四处徘徊寻找破绽。艾斯嘲笑乔舒亚就这点能耐吗？我体内的马格玛告诉我，他现在非常渴望吃掉你。乔舒亚咧嘴一笑，谁吃掉谁还说不准，要不打个赌吧，输的人交出太古石并成为胜者的手下，你敢不敢？艾斯兴致高昂，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并使出终极大招想一举拿下，而乔舒亚则在半蹲蓄力，准备使出魔枪术的极快奥义，比他妈还快。此时时间像被凝固了一样，1/1000秒不到，乔舒亚已经穿透艾斯，出现在他身后。1秒过后，只见艾斯发出痛苦的哀嚎，便逐渐失去意识。模糊中，他曾记得某人提起过，原来被砍后才能听到发出的声音是真的。然后接踵而来的余波把他掀飞到场外，其他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由于太快的原因，根本看不清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只见一阵亮光过后，艾斯便已经飞出场外。主持人反应过来后，马上宣布，本届大师战的冠军是乔舒亚森德斯。男人第一天当皇帝，就果断选择放弃，只因大臣说了一句难听的话，觉得要看别人脸色的皇帝，不当也罢。大臣火速认怂挽留，男人用严厉的语气告诉他，你们想要一个傀儡，随便找便是，而我乔舒亚是真枪不倒真男人，定会带领你们屹立世界之巅。大臣们马上跪倒臣服，在场的骑士们顿时沸腾起来。狮子王对乔舒亚的表现也十分满意，居然把那群老奸巨猾的大臣治得服服帖帖。于是他履行大师战的第2个承诺，问乔舒亚想挑战9大星辰和12超人中的谁。乔舒亚却说出一个令他意外的回答，我要挑战12超人之一的100万佣兵之首芭芭拉。果然伊林与克拉克对这个回答也十分意外，而此时的芭芭拉却在远方的一处战场上，正在蹂躏凯因，将要终结他之际，却被赶来的罗马及时救下，并用技能把凯因传送带走。就在此时，莱茵的人也带来了他被获胜者挑战的消息。芭芭拉虽不知胜者是谁，但却十分期待，敢挑战他的人都得死。
而迪芬家族这边也收到乔舒亚大师战获胜的消息，夏罗知道后也十分开心，但开心只维持2秒，下一秒就有人来报补给队遇袭的消息，凯因也因此下落不明。管家正要对伊卡发难之际，伊卡却说出一个劲爆的消息，内鬼已经查实，万万都没想到的是，这人居然是夏罗多年来最忠实的家臣考拉，因为伊卡告诉每个人的补给线都是不同的，恰好出事的就是他知道的那一条。夏罗也想不到从小一直陪伴自己的人，居然是背叛家族的人，一时间也接受不了。事已至此，考拉也不装了，露出狰狞的笑容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然后看向窗外，扬言在场的人都活不过今天。而莱茵这边，狮子王因乔舒亚的要求，用最简单的流程完成加冕仪式后，把一个信物交给乔舒亚，表示日后定有大用，并提醒他要多加注意李玛这个人。这人实力深不可测，虽不是9大星辰和12超人，却能和身为12超人的他打成平手。交代完毕后，乔舒亚暂且告别，而因乔舒亚获胜得意的还有克拉克，此时正在领取丰厚的奖金。同时来拿奖金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休巴特的圣骑士营铜剑鬼利斯，同样重注押上乔舒亚。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，帝国最神秘情报组织月之门的大师，因为他与乔舒亚在赛前有过一次会面，想不到才第一次见面，乔舒亚就指出他的真实身份。由于乔舒亚毁坏了圣物神之泪，现在教皇不得不用红色硬币来镇场，但乔舒亚却意外地告诉他，此物正保管在阿巴伦的皇室里，现在取出可有些难度。由于乔舒亚之前白嫖太多信息费，于是利斯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作为交换，就是想和乔舒亚结婚。从此他便把乔舒亚当成自己的男人。此时利斯与克拉克在对话中透露，乔舒亚就是自己的男朋友。伊林听后如遭雷劈，顿时争风吃醋起来，于是两人开始攀比对乔舒亚爱的分量。利斯亮出自己银色的票据，表示自己在乔舒亚身上可是压了1个亿。伊林冷哼一声，看来你对乔舒亚的爱还不够，于是开始亮出自己的票据。一旁的克拉克看到后瞬间被惊呆了，这是黄金票据，证明至少已压上10个亿以上。他平生以来也第一次看见黄金票据。丽丝也想不到一个小女孩竟然这么狠，瞬间满脸尴尬，同时也好奇一个小姑娘哪来这么多的钱。但伊林永远都不会告诉她真相，因为这是自己用传家宝初代战斗魔法师杰斯的杰作蓝色羽翼换来的。此时的伊林已经在幻想用这笔钱和乔舒亚过上幸福快乐生活的画面。与此同时，有3人在离开莱茵的必经之路上，正等待着乔舒亚，想把乔舒亚就此扼杀在摇篮之中，但他们等来的却是剑圣李玛。他绝不容许别人阻碍自己与乔舒亚的战斗。在乔舒亚来之前的片刻功夫间，他就已经把同为大师的3人轻松解决。乔舒亚看到这一幕，知道这一战在所难免，正好也想领教一下大陆最强剑圣真正的实力。这个变态的怪叔叔竟然是大陆最强的剑圣，快如疾风的雅灭蝶剑法令少年都有点招架不住。看乔舒亚能挡住自己的会心一击后，李玛更加兴奋了，马上使出撒鸡巴乱斩，而且还不忘用嘴遁攻击。你若赢了，我便告诉你爸妈的真实关系。乔舒亚分神之际，顿时又挨了一剑。第一剑圣果然不是吹的，乔舒亚的攻击连他的影子都碰不到。下一秒，李玛的速度又提高了，在乔舒亚四周反复横跳，趁其眼花缭乱之际，在空中使出绝技夺命剑雨。但这对于乔舒亚来说却是个机会，于是马上动用马格玛的力量，一招火龙升天破招而上，直捣空中的李玛，瞬间把他吞没。但此刻的李玛却一脸享受，一声给摸之后瘫倒在地，而他身后的大山已被削平大半。感受到攻击余波的莱茵骑士们此时也发现了远处已被削平的大山，便火速赶去查看。缓缓起身的李玛告诉乔舒亚一个惊人的真相，其实你是个野种。诺斯公爵家族本来就没有正式的嫡子，他的头发比谁都绿，而且诺斯公爵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，只因他与皇帝之间有一些故事。正当李玛要说出乔舒亚父母的事之时，莱茵的骑士们也在此时赶到，最后只好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你一定要提防你父亲。被称为阿巴伦黑暗之神的他可是比现任皇帝还要危险的人物，然后便原地消失。骑士们刚到这里，以前莱茵利益至上的小绿毛现在反而变成最关心乔舒亚的人，看来他已经彻底臣服这个王，而且为表示忠心。时隔20年的小绿毛第一次以真身示人，只见一阵绿光过后，小绿毛已身穿骑士铠甲，并且长高了2.5厘米，然后对着众人承诺自己永远与王同在。在他的感染下，骑士们也纷纷斗志激昂起来，而刚死里逃生的芬迪家族这时候又发生了变数。伊卡从凯因遗留的刃片中分析出，芬迪家族的管家竟是另一只内鬼，埋伏就在前面。此时管家也不装了，让伏兵们纷纷现身。就在此时，失踪已久的凯因及时赶到，在亡灵骑士罗马的配合下，把叛军们通通歼灭。此时乔舒亚也正带领着莱茵的骑士们一同前往支援芬迪家族的路上。几天后，克伦家族围攻费里城，而这次带兵的是多年未见的格兰，对面的夏罗则亲自上场。
带着士兵们艰难地死守着。他负责城墙那边，而伊卡和凯因则负责守住城门。不过死守的僵局很快就被克伦家族 A 级的骑士打破。凯因应付其中一位都已经很吃力，根本无暇照顾夏罗那边，而夏罗那边果真没人是另一位的对手，瞬间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追杀着夏罗。在贴身护卫也被打倒后，夏罗倒在地上陷入了绝望，就要被终结之时，一道闪电从天而落，挡在两人之间。大救星乔舒亚终于及时赶到，大陆最强枪王仅用一拳就把敌方大将打败。面对千军万马，拥有雷与火两种能力的他，只是随手一挥，战场瞬间变成雷霆战场，片刻就把敌方先锋部队变成灰烬，局势就此被逆转。就在此时，乔舒亚最忠实的骑士团已赶到战场，在战场里大杀四方。凯因见此也不淡定了，自己才是主军的第一骑士，于是不再与对手纠缠，爆发小宇宙瞬间把对手打倒，然后朝主军的方向直奔而去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已杀到敌方主帅格兰那边，并成功把他俘虏。格兰被俘虏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阿巴伦皇宫，帝国第一律的塔林作为支持克伦家族的一方，第一时间跳出来作妖，扬言乔舒亚率领别国骑士屠杀本国士兵，陛下应该给予最严厉的惩罚。皇帝思考片刻后，不但没有严惩乔舒亚，反而还要给他封侯赏地，只因他再来因为阿巴伦争光，这是功不可没的。绿毛对此再次表达不满，却被皇帝用威压警告，本王不用给你解释。绿毛只好乖乖闭嘴。最后皇帝看向诺斯公爵，让他留下来谈谈，觉得是时候要好好聊一聊了。而克伦家族的家主贝尔为了救回儿子，不得不去求佣兵王芭芭拉，然而芭芭拉却提出10亿的高额报酬和领地战的全权指挥。无奈之下，贝尔只好咬碎牙答应这无理的要求。2天半后，克伦军再次攻打费里城，一支专门对付大师的超人骑士团冲在最前线，而乔舒亚却孤身之影闪到部队中央。他们都是会使用灵光的1等1高手，面对四面八方的攻击，乔舒亚却丝毫不惧，仅用一记横扫千军便轻松化解，在一记上挑，瞬间就把战场分割，造成敌方死伤大半的同时，地上也留下一道攻击造成的巨大裂缝。不怕死的骑士们本想继续进攻，可另一击便令他们彻底绝望，最后只留下1名逃兵回去跟芭芭拉报告情况，然而还是被追上来的乔舒亚一击必杀。刚与芭芭拉碰面，乔舒亚便向他发出超人大战的申请，却遭到芭芭拉的拒绝。还好乔舒亚早已料到，所以请来狮子王凯哥作为见证人。凯哥以英雄联盟首领的名义，让芭芭拉不可拒绝这场对决，不然就代表放弃12超人的身份。无奈之下，芭芭拉只好答应，不过要另外加上一个条件，两人对决结果将决定本次领地战的胜负。闻言，贝尔本想提出异议，让他不要擅自决定，却被芭芭拉搬出领地战的决定权，一切都要听他的。乔舒亚也亮出芬迪家族的令牌，代表自己可以答应这个条件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随着见证人一声令下，对决正式开始。然而刚开始两人并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先来一场灵光上的对决。芭芭拉嘲笑乔舒亚的应用系灵光，在他的强化系灵光前简直小巫见大巫，可能连自己一击都接不下来。一声乌卡拉卡过后，枪与斧瞬间碰撞在一起，顿时掀起一阵激烈的能量爆炸，威力之大连一般人都能吹飞。巨响过后，只见一把巨斧从烟尘中飞出，落在贝尔面前。巨斧上深深的裂口令他也不寒而栗，转头望向爆炸中央，发现芭芭拉已经身首异处。此时两个人的心情一个天一个地，一个喜极而泣，一个难以接受现实。乔舒亚那边的人顿时欢呼雀跃起来，然而此时的贝尔竟想反悔，并想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压倒乔舒亚那边，命令克伦军的人准备进攻，而佣兵们没了首领却在犹豫不决。不过在贝尔巨额报酬的诱惑下，他们最终还是倒向克伦家族，正亮剑上前时，却被一道冰魔法拦住。只见克拉克出现在队伍后方，并缓缓走上前，亮出令牌，以现任佣兵王的身份，命令在场的佣兵们全部撤退。怎料克伦恬不知耻，在抵赖战果的同时，还患上人生3大错觉之一，以为能反杀。可乔舒亚只是再次爆发出小宇宙，令他身后的士兵们不寒而栗，马上丧失战意，纷纷弃械投降。乔舒亚建议克伦现在投降，并支付1亿金币做赔偿，就可以考虑把他的儿子放了。况且以父子情为借口，面子上也能挂得住，否则就马上送他下去陪芭芭拉。这下克伦真的怕了，只好暂时答应乔舒亚的要求。不过1亿金币真的有点多，可能半辈子都要给他当奴隶了。但眼下又没其他办法，当众以家主之名发誓后，便命令全军撤退。转身后的克伦想着事后如何反悔，怎料乔舒亚却掏出一个水晶球，劝他死了这条心，只因他刚才所有的行为一直在皇室里直播。他想不到乔舒亚竟如此老六，气得破口大骂。马斯皇帝则觉得这小孩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大获全胜后，全城在热烈庆祝，而庆功宴上的凯因在这5年内不仅剑术长进了不少，吹牛皮的功夫也突飞猛进，表示自己是主军的第一骑士外，还获得了阿诺公爵剑术的认可。于是他装逼要建立一个黄金精神骑士团，专属为主军效力，甚至要超越传说中的阿巴伦7大骑士。想不到莱茵的骑士们竟然信这一套，满脸崇拜的样子。刚认识
识的几人马上打成一片，可开心只维持了2秒半。乔舒亚出现并带来新的任务，命令凯因和伊卡明天出征芬迪城，收拾以考拉为首的叛徒们，而莱恩的骑士们则要马上启程赶回莱茵。只因莱茵现在非常危险，守护莱茵的骑士出现在阿巴伦，其他势力可能会趁机侵犯莱茵，甚至马斯皇帝会以莱茵侵犯帝国为由吞并整个莱茵。威廉骑士想不到后果这么严重，于是和自己的主君道别后，便马上赶回莱茵。而当天夜里，乔舒亚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，他独自一人来到芭芭拉的墓地前，利用长枪洛奇亚的能力召唤出其躯体制作成亡灵骑士。但意外的是，这次寄生的灵魂是魔界传说中的某位大人物，他只会臣服比自己强的人，便向乔舒亚发动攻击。和反击过后，乔舒亚却发现攻击对这家伙起不到多大的作用。洛奇亚这时候提醒乔舒亚说，他就是个笨蛋，征服顶级魔族只能用纯粹的魔气才能获得他的认可，这家伙可是当年的魔王也没能征服，让乔舒亚多加努力，再提取多一点魔气。说就简单，可知道单纯提取魔气是一件多累的事。随着魔气的不断提升，乔舒亚的样子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头上居然长出2只魔物的角，魔气逐渐把他全身覆盖，最后眼睛猛地睁开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一阵刺眼的红光过后，竟变成了一位披着黑色铠甲的暗黑骑士，所散发出来的庞大魔气，就连高傲的亡灵骑士都停下攻击，马上跪下俯首称臣。乔舒亚邪魅一笑，抬手给他刻上服从印记。此时洛奇亚告诉乔舒亚一个真相，他现在的统治之力原来本属于魔神，可后来却被一位6亿的顶级大天使偷走，而此人便是传说中的堕落天使，他是天界和魔界的背叛者，人称偷光者路西法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没人能除掉他，而胸口铠甲上的专属图案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此时洛奇亚也完成了2次觉醒的蜕变，人天生是个瞎子，但他却拥有看透一切的真实之眼。可惜他就是一个工具人，出生以来就被皇族利用，就算快死之前，也被他可恶的二哥榨干最后一点价值。可能世上唯一对他好的人只有乔舒亚一人。为了兑现承诺治好好友凯瑟琳，乔舒亚来到一个森林的深处，找到前世的另一位好友高等精灵亚叔，顺便帮他摆脱黑龙的摆布。因为大家还没相识，所以他现在对乔舒亚十分戒备。可乔舒亚用黑曜石耳钉打破结界后，他顿时傻了眼，马上命令黑巨人们发起进攻。但乔舒亚再次利用耳钉发动黑龙之力后，黑巨人居然害怕至极，然后落荒而逃。他顿时察觉眼前之人的不简单，这耳钉应该是由龙心制造而成，区区人类是不可能承受耳钉所散发出的魔气，更别说利用其使用黑龙之举。乔舒亚直接跟他说明来意，就是想让他帮自己救一位拥有心眼能力的朋友。此类人天生短命，只有作为炼金术天才的亚叔才能制作出解除这种诅咒的药。亚叔知道这种药需要用到这里的森德斯花，便打起坏主意，肯定不会白帮忙，问乔舒亚用什么来跟自己交换。而乔舒亚早有准备，就是用精灵一族老朋友杰斯奥比斯的情报，这招果然有效，于是两人便握手签订契约。这精灵的心思坏得很，因为那药所需的材料十分难找，特别是那森德斯花。正得意的先让乔舒亚说出情报时，怎料乔舒亚除了森德斯花外，其他材料早已准备好，当场吓了他一跳。可知道其中最核心的材料，以人类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。乔舒亚暗自发笑，开始装逼起来，因为我是神，当场将这精灵吓得怀疑人生，居然信以为真，在无比震惊中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乔舒亚就乐了，这货果然和暗杀王一样好骗，决定把他训练成一只听话的宠物。而二皇子凯杰得到妹妹凯瑟琳后，第一时间找上黑魔法师艾博，两人相互利用，一个想借此成为新的魔塔主，一个则想得到对方的一种秘药，这样能让快死之人起死回生1天，像正常人一样灵活行动，代价就是燃烧最后的所有生命，借此来榨干凯瑟琳的真实之眼，为自己的皇位之路预知所有障碍。殊不知四皇子凯撒二皇却在后，他才是幕后一切的主宰，二皇子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枚棋子罢了，就为了培养其势力与大皇子自相残杀，到时候坐收渔人之利。亚叔醒来后，在其带领下，乔舒亚终于找到最后一种材料森德斯花。在那之前，亚叔提醒乔舒亚这花的副作用，想得到一样东西就必须失去另一样东西。乔舒亚深知这点，代表治愈后的凯瑟琳就会失去记忆，但忘记痛苦的过去或许是件好事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阵恐怖的气息顿时引起两人的注意。亚叔认为自己完蛋了，因为他知道是黑龙回来了，马上撒腿就跑。黑龙看到有人入侵自己的领地，十分暴怒，乔舒亚也准备好战斗的准备。黑龙俯冲下来，猛然一爪，双方立马交锋在一起，巨大的威力令所处的地面四分五裂，